Hello， 各位，今天咱们也来一点 vlog 的模式啊，一边在外面的一个公园散步，一边跟大家去聊一聊可能比较引起争议的话题。然后我这里呢还开着一个户外步行的体能训练啊，所以我不能走得太慢。然后这个公园呢，我也是第一次来。它是穿越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公园，偶尔还会遇到红绿灯，所以我的路还不熟。我在我的 Apple Watch 上面一边开着体能训练，一边开着导航，然后还要想着我这个聊天的主题。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旁边竟然是一条铁路，这个应该是一个废弃的铁路吧。我应该可以去铁路上走一走独木桥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一条铁路啊。但明显是废弃的，因为刚才我是从这个铁路的尽头走过来的。好，言归正传，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是iPhone 的信号问题。这个话题是我一直想做节目聊的，因为发布会啊什么的一直被往后面排期。那今天呢，正好是没办法，没有时间在家里拍。这两天要出门办很多事情，那么就带着我的 Osmo Pocket 出来，然后遇到这种可以有空闲的场合，就跟大家在户外简单的聊一聊，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背景吧，聊这种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可能会让大家缓解一下哈。那首先放出我的观点哈。之前在直播当中我也提到了 iPhone 的信号不好，我承认啊，而且是事实。但为什么我还一直坚持着用 iPhone 呢？原因是因为它的所谓的信号不好，完全没有让我有感知，或者是没有影响到我的使用。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因为我没有用过好的，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但其实，如果在你的工作跟生活当中，99%不会遇到因为信号问题而产生的干扰的话，那我想这个对你的影响应该也就不会太大。所以这期我并不是想要为 iPhone 洗白的意思啊，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我想谈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 iPhone 信号不好的历史，第二个呢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原因，但是请注意，这个并不是我曾经作为 Apple 员工了解到的，而是我也是看一些野史，反正就是聊天啊，跟大家去聊一聊啊，顺便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使用经历，这个就是捎带着了。那我们先来聊第一个，就是iPhone 信号不好，它的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是 iPhone 4刚刚发布的时候，10年的11、12月，10年年底嘛 ，iPhone 4首发，那个时候还比较流行这个排长队。然后呢，就有很多的用户在 iPhone 4首发之后的一段时间反映说 iPhone 信号不好。我不知道一些老的用户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名词叫“死亡之握”。就是你一旦用两个手这样握住你的 iPhone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信号格就叮叮叮往下降。我没试过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用，我是从 4S 开始。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舆论蛮厉害的吧，我还记得当时 Apple 官方破天荒的在官网上发布了一个专门的网站，一个网页啊，去声明这个信号不好的问题。很遗憾，当时那个网页我并没有意识说把它留下来，因为那个网页过了没多长时间吧，连1个月都不到就被删掉了。
因为我觉得以 Apple 的风格，一般是不太会正面回应这种问题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是 Steve Jobs 在的时候，那就是这种性格更加明显、更加鲜明哈，就不回应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官方站出来回应了啊，而且我其实个人非常喜欢那个网页，因为它透露了很多 iPhone 在研发的时候的一些场景。而且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为了测试 iPhone 的信号，在那个 Apple 的那个信号实验室里面有专门一个很大的房间，那个房间是整面墙都是涂满了这种像那种声学反射层的那种东西，然后一个 iPhone 从中间伸进去，就是这个 iPhone 用一个架子架起来，在整个房间的正中间，一个房间里只有这一台手机，然后整个房间都是那种像波浪形的那种东西啊，我也不太懂，因为那个肯定明显不是为了隔绝声音嘛，那个应该是为了测试信号。然后有一些文章说了一大堆，就是这个信号当时好不好？哎呀，我想从这个轨道上面走，太响了啊！我不想走下面的这个路，我想从这个轨道上走，但这个轨道这么看好像不太像是一个废弃的轨道，我不太敢走。看看我的导航，我的导航不让我走轨道，算了。好，接着聊啊。然后那是我第一次从 Apple 的官方渠道了解到啊，这个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虽然只是从信号的这一个方面。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应该记得，iPhone 4当时送一个官方的保护圈，不能叫保护壳了，因为它只是保护住了手机的一圈啊，那个英文叫 bumper 啊。当时大部分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也不太会用中文去描述它，因为就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你只能把它叫保护圈。但是英文呢就是 bumper 啊，就是这种 bumper 呢，就是形容一种我是一个保护壳，但是我既不保护手机的正面，也不保护手机的反面，而只是保护它的那个一圈。而其实在过了几年之后，有一些第三方的保护壳仍然用这种方式来保护 iPhone， 因为不管是 iPhone 还是 iPad 还是 Mac 这种便携式的电子产品，最容易被摔被磕的就是这一圈，而一圈当中最容易被摔的就是4个角。所以大家如果有经历过这种二手手机回收，你用一些第三方的平台，有些可以上门验机，或者你交给一个真人啊，他是帮你检测一下这个机器好不好。你会看到他看外观的时候，第一眼就是看4个角。如果4个角没问题，侧边大概率上不太会有超过比4个角也更严重的问题，因为手机跌落的时候，首先是跌落4个角嘛。所以之后呢，有很多三方厂家也用 bumper， 只不过最近2年不太流行了啊。但是当年的那个 bumper，除了 Apple 公司内部以外，应该外面的一众 iPhone 抱怨 iPhone 信号不好的使用者都认为这个是 Apple 出来道歉了。因为这个 iPhone 4的信号不好，有这个死亡之握啊，所以呢，官方推出了一个 bumper， 然后来让这个你的手呢，在握手机的时候能够不会接触到iPhone 的天线，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有所谓的死亡之握了啊。这个是外界的传言啊，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入职了嘛，所以我更愿意相信的其实是，当时，Apple 或者是你说 Apple Store 的官方零售店，为了去缓解用户因为信号不好所带来的焦虑，而送他的一个小礼物。我看到了地铁，给大家也顺便看一眼吧。因为我套的是一个大广角的镜头啊，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清楚。这应该是地铁进站了吧？我去，这个地铁好小啊！这个非常考验我的脑子，看看我还能不能记得
刚才聊了什么？bumper， 对，bumper 聊到哪儿了？缓解死亡之握。但其实因为我个人当时并没有明显的受这个信号问题的困扰，所以我也不予置评这件事情啊。这个反正已经过去了嘛，大家就当故事听就好了。我还记得当时在官方的这个说明文档当中，还对比了其他家的手机。那个时候手机三巨头还都健在哈，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还都健在，所以我记得当时的那个网页上面还对比了说，其实每一个品牌的手机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死亡之握，只要你握住这个手机天线的位置啊，把手机的天线用手覆盖住啊，那它就会有这种死亡之握这个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他删除这个视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做不好，不体面。就是你为了说自己公司的信号没问题，然后去对比其他的公司啊，这个不像是一个大公司做出来的事情啊。所以其实这个后来删除这个页面，我个人也是支持的。所以我一直在说，Apple 破天荒的一次做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对于一个大公司来讲，你像我做频道这么小的一个，连公司都算不上，包括我在内，还有很多的观众也都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一些这种负面的评论就当没看见，不理他就好了。然后我还在我的这个帖子里面去反思，说我把它发到帖子里高亮出来，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还是没能放下的？我以后要这个更好的去尝试放下这个负面的东西。这一样的道理，就是真正你想做成一件事情，你就需要有一种能力，是把你所有的眼光跟精力都集中在你重要的事情上。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错，而是有了错误之后，你重点的是要考虑接下来怎么办，而不是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如何去澄清和解释这个错误上面。这个我这个跟我个人的价值观也是吻合的哈。那之后，据说 iPhone 4S 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第一部 iPhone 是从 iPhone 4S 开始的，我也没有带什么 bumper， 带着也是为了好玩，所以说呢，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信号的问题。我该握就握了，我也没有发现握住之后信号格就往下降的这种问题发生啊。但其实 iPhone 信号不好这个问题从 iPhone 4开始就一直有。4、5、6、7、8、9、10、11、12、13、14、15、16，我相信一直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是程度的好坏问题。有些人呢是把它归结于这个高通的基带问题。可能我记得在 iPhone 10还是11某一代上面，因为一些专利的问题，没有用高通的这个通讯的基带，而转而用英特尔的基带，因为打官司了嘛，有这个专利的问题，我没有详细了解啊，大概是因为这回事儿。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英特尔的基带授权费便宜一点，对吧？当然，一直有传言说 Apple 希望能够研制出自己的基带，那就不用其他人的了啊，这样的话也不用有什么专利费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定会实现的一件事情，这也符合 Apple 的这个整个公司的利益以及它的产品设计走向啊。大家从过往也能看得出来，最大的连 CPU 都自己造啊，只要自己有能力就都自己造。但基带也应该是一样的一个套路，只不过没有推出自己的基带，说明还是没有令公司内部自己满意吧。所以就一直也没有推出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基带产品。但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哈。这是另外一条线的信号不好的原因。那其实我个人呢，也从一些地方获得了额外的一些信息，就是大部分人传言的说高通基带的信号就好，Intel 基带的信号就不好，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你很难解释，就是当你使用了高通基带的 iPhone 和
另外一台安卓手机也是使用了高通基带，就是它的基带是一样的，然后你去对比，你还是会发现安卓机信号更好一点。那我之前不是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吗？像信号这个问题，只要你对比，就一定能比出个高下，哪怕只高一点点，那也是高。你说我在同样时间、同样地点，两台手机一起拿出来，然后放到一块儿去比，看这个信号参数，然后把这个信噪比调出来啊，那个是叫信噪比吧？就是那个信号的单位，不能看信号格啊，那个信号格不准的，要看那个数字，从0到100这个数字。那么看这个的话，你总能比较出一个高下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对比呢，对于普通用户来讲意义不大啊。普通用户还是看对我们日常的使用体验有没有影响才好。那为什么同样的基带放到不同的产品上表现就会不一样呢？其实这个我听到的传言是跟内部的设计有一定的关系。据说 iPhone 在使用高通基带的时候，为了把手机设计的更美观，它是没有按照高通基带的那个使用说明，我们就用普通人的话来说，不说专业术语啊，就是高通基带，你用高通的基带，它有个使用说明的啊，有一些安装啊、使用上的要求的，所以 Apple 就没有严格的按照高通基带的那个使用说明去安装这个基带，而是改动了一下啊，为了妥协这个外观的设计或者是其他的整体的设计。那通过这样的妥协之后呢，虽然你用的是高通基带，但是你跟其他同样用高通基带的这个手机比，它的信号也会下降一些。这都是传言，这是我听到的传言。我今天讲的所有一切跟 Apple 没有关系啊，不是因为我做过 Apple 的员工我就知道这些，这全都不是。完全是以个人的这个了解跟大家聊聊天。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促使 Apple 去开发符合自己的产品设计要求的基带的一个很强有力的动力啊！我觉得这个早晚会实现的。那所以这个是我了解到的所有的关于 iPhone 信号问题的一些八卦吧。也分享出来供大家去参考跟讨论。但是我的观点还是认为，我承认 iPhone 的信号跟同等的这个安卓比是会差一些，但是从 iPhone 4S 用到现在，我没有觉得因为 iPhone 信号比其他的品牌手机稍微差一点的问题而影响到我的实际使用啊，所以这个是我的观点啊，再次重申。至于说第二个话题啊，到底我在选购一台手机的时候，要不要去考虑这个信号的问题呢？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绝对没有标准答案，这是完全因人而异的一个东西。因为买东西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不一样，因为买东西就是你要拥有这个东西所有的这个归属权、使用权，就是都归你，所以这个最终的决定没有任何人能替你，而只有你自己能够去决定。但是呢，这也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利益空间，让像我们这种人啊，去从各个角度去给你提建议，去给你讨论到底怎么好，那么好，这么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题。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各位看我的节目呢，你真的就是当聊天，仅作为参考啊。如果对你有帮助，那也是因为经过你自己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我的建议有多么多么的好啊，我不这么认为啊。所以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的话，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因为现在的智能手机绝对不是，大家听到过竹筒效应对吧？一个竹子编的桶能盛多少水，它是根据你最短板来去定义的，而不是经过最长的那个板。所以其实电子产品从有电脑的那一刻开始，它的这些配置，所谓的配置，包括汽车，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牛逼的配置啊，一个牛逼的电脑或者汽车的品牌，它一定是把这些所有的配置去为顾客使用感受跟顾客体验来服务，那做一个综合的调整，可能没有最优，但是呢，在这些调整当中，这个各个不同的厂商能够找到自己厂商的风格。
比如说对汽车来讲，奔驰就是调的我瞎说啊，我也不太懂汽车，就奔驰就是往那种豪华舒适方面走，然后宝马呢就是往那种驾驶感方面走，就是这个它跟教条有很大的关系。对于 iPhone 来讲也一样的。那你说 Apple 因为这个外观的一些需求来去牺牲一些信号的所谓性能，它是不是好呢？这也很难一下子说，你要看你牺牲了多少，对吧？那我个人是认为，在不影响日常的使用的情况下去牺牲是可以的。举个例子吧，就是 iPhone 7的时候，我之前也一直举这个例子啊，为了要加一个线性的振动马达，就牺牲了电池的使用容量。这个在很多厂商来讲是不敢这么做的，但是当时就是为了综合的用户体验。iPhone 7就用这个线性马达更大的面积来替掉了一些电池的使用空间，降低了原本应该有的电池效能。那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从 iPhone 7开始，我们的主屏幕按钮可以变成非实体按钮了。整个的 iPhone 系列从 iPhone 7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了可以防水的这种级别，而且以后做得越来越好。而这种改动啊，主屏幕按钮从实体按键变成一个虚拟按键，我在工作当中遇到太多的用户，几年用下来都没发现。我之前视频当中也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嘛，直到他换掉这个手机的时候，我们跟他闲聊天才告诉他，哎，你 iPhone 7上这个主屏按钮其实是假的哦，不相信你把电源关掉之后你再去按一按，发现哎真的按不动。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你说人就这么反应就是感觉不灵敏吗？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线性马达比这个传统的螺旋就是旋转式的马达，它带来的这种震动的触感，已经能够真实到以假乱真这个真实的触感了。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 iPhone 在调整闹钟的时候。你设置一个闹钟，在调整小时、分秒的时候，不是要在屏幕上这种转吗？调时间，对吧？你在转的同时，你如果感受足够细腻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你的手机在震动，然后声音会发出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然后每哒一下，你这个手机就会以极快的方式去震动一下。而这种线性的震动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瞬间达到震动功率的峰值，而原来传统的那种。之前如果你用过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这种手机，那种震动，你会发现它刚开始震的时候是轻微的震，然后越震越快，越震越快，越震越猛，它有一个慢慢上升的过程。这个就是旋转马达的劣势，它只能让人感觉到震动，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这种按键的触感和更多的这种触感方式。像 iMessage 里面你发一个全屏幕的效果，那种放烟花的效果，在 iMessage 就全屏效果当中，然后在播放这个效果的时候，你除了能够看到满屏幕在放烟火以外，能够听到啪啪啪啪啪啪这种放烟火的声音以外，你握着手机那个手会与此同时的感受到每一个烟花爆炸的时候的那种震动的感觉。那你觉得从 iPhone 7开始，我们牺牲一丢丢的，我现在在上坡啊，不好意思，去牺牲一丢丢的电池时间，来去换来这么好的在触感上的用户体验，我觉得是绝对值得的。那同样的道理，在信号上也是一样。我非常赞同一位用户一个观众在我视频下面的留言，他说很多的这个其他厂商在跟 iPhone 对标的时候，就是揪出某一个参数，然后死磕，就说你这方面做的就是没我好。承认呀，我承认呀，但是作为一个用户来讲，难道您用手机就只关心这一个参数吗？其他的像什么隐私、辅助功能、安全、易用、好看都不管吗？就只关心信号好不好吗？对，信号是一个手机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我觉得不是。当然，如果你觉得是的话，我也举双手赞同。我支持的是你，我支持的是你有自己的选择逻辑的这种大脑跟思考方式啊，我绝对是支持的。但是呢，我不会像你这么做，就仅此而已了。好吧，那我也从山顶下到山底，然后又从山底又上到山顶。那我们这个话题呢，也就
聊得差不多了啊，25分钟。在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登顶的这个 view 啊，这个风景，顺便给大家看一下。等我走过这个阻挡我的树林啊，好，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的话，没事，我也可以多出来走一走，给大家带来类似于像今天这样的一些节目。今天我的 Neo 没有带着，放在车上了。我还是觉得像在这种地方飞一个小飞行器有点太万众瞩目了，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带下来，还是用 Pocket 3。Pocket 3不愧是目前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最自然的、最不会引人注意的、最舒适的拍摄这种户外场景的对话节目的神器啊！好，25分钟，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下次我应该把我的维尼抱过来，实测，下次注意。